把你嘴里的吐给我！走你！好歹是揉上了。胜者，冯宝宝。啊，真是后生可畏啊！王爷，冯宝宝，张灵玉，你还真没骗我。我诸葛家的人久不出来走动，看来有点成了井底之蛙了。二位，既然下场了，就别急着走了。下一场对阵，诸葛青对王野。啊，到咱们了呀！怎么样，王道长，动手吧。那就来吧。王道长的修为我很是钦佩，可惜啊，总是一副没干劲儿的样子。是啊，不过那也要分对什么人。王野道长，你有点操之过急了吧？这个劲力，8极拳。我从来就不会小瞧我的对手，所以王道长您也千万别小瞧我。确实，我的拳脚功夫不如您。不过王道长，您当真觉得凭仗着纯熟的太极功夫就能赢得了我吗？你会的可真多呀！艮字吞轮。哦，就知道没那么容易嘛，竟然完全扛不动，真是尴尬呀！砍字。怎么样了？这王道长我看着够呛，他一上来就强攻，跟他之前的比赛完全判若两人。他这么着急干嘛？哎呀！差点打到老天师啊！没关系，哎，老天师无所谓，比赛太精彩了。水汽能凝结成高速子弹，这诸葛家的武后奇门着实厉害呀！这是把地盘八卦术发挥到了极致。卦象为水，五行属水，他这坎子一出啊，水弹就变成降雨了。那看来王爷要不了几招就得败下阵来。那可说不准。居然能挡住，那刚才为什么不挡？太极扬手，吞字土河车。
这个诸葛青也太厉害了吧！多谢你啊，诸葛青。要不是你手下留情，刚才那一击我已经废了。不用客气，咱们又不是生死相搏。不过啊，王道长，你是有多瞧不起我呀？啊？其实你也是个术士，对吧？一般人认为术士的所行之事过于匪夷所思，有悖常理。可是他们不知道，其实术士才是最讲道理的人。只不过术士讲的是天行之理，是一套常人所无法理解的世界运转的隐藏规则。只要找到对的位置、对的时间，使用对的力量，就能趋吉避凶。王道长，在你之前比赛的时候，我就注意到了，你走的每一步都很合理，你所有的站位都抢在了当时的吉位上，所以他们几次对你有威胁的攻击都堪堪被你避过，运气始终站在你这边。我说的对吗，王道长？讨厌，不能跟你这种人做朋友，没秘密啊。我也是抱着侥幸心理，希望在你施展遁甲前胜了你。哼，是我方二喽，诸葛青，你败过吗？如果不算和族中长辈练习的话，没有。那你觉得你能接受自己失败吗？我指的是那种彻底否定你之前人生的失败。既然大家都是术士，就没必要像其他人斗得那么辛苦。我给你时间，你所谓的趋吉避凶，该怎么选？他们怎么都不动了？真让人意外啊！术士就要顺势而为，诸葛青，我没有半点侮辱你的意思。这话我只说一次，回去吧，诸葛青。这对你来说是最好的结果。有结论了吗？王道长，我刚才给自己卜了一卦，居然只有4字的批语：飞蛾扑火。坤子，土火车。坤子，土火车。他在穴位却使用坤字法，居然也是我用的法术，找不到任何破绽。李四，司令，训子，向他功德。看见了吧？用火来攻击树，不对，你说反而越长越密。不对，是用树来挡火。不对，不可能，这不是奇门法术。不可能，
就算是再强的奇门使用者，也不可能不遵循生克之理。诸葛青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就此打住吧。你不是看到自己的卦象了吗？王道长，或许我逃不过这一败的命运，或许这一败会击碎我所有的尊严，但有些事情对于一个术士来说比尊严更加重要，那就是真相。就算要败，我也一定要知道自己败给什么样的力量。是奇门显象心法，此心法的使用者感官会得到全面的提升，并且能看见常人所不能看见的事物本质。他们是在斗法，斗得旗鼓相当啊！旗鼓相当？你们别开玩笑了！哥在喷土位的统合车被其他位置的统合车压制了，正在离火位的试验居然被木系的法术克制了。奇门显象心法，哥，我求求你了，不要再继续了！你们的实力根本不在一个水平上，我不想看到你惨败的样子。来吧，王道长，让我看看你都做了什么。对字黑琉璃。你到底干了什么？瞬移，这不是我姐的招吗？怎么诸葛青也会啊？这个是王道士用的，诸葛青被他控制了。淡中大学受制，这就够了吧？我输了。我什么都没有看到啊，他就认输了。这个王爷居然用术把诸葛青克得死死的。你要说术法，这世上还有能超越诸葛家的吗？神龙浮屠出洛水，彩凤仙术碧云里，阴命封后演成文，奇门遁甲从此始。老洛，虽然没什么人亲眼见过，但是8奇迹中确实有一个封后奇门。幸亏咱没离开龙虎山，没看到传说中的气体源流，却看到了封后奇门，这不就对了吗？朱葛青，快停下！停下！我叫你停下！我叫你停下！你听见没有？我原本是打算卜卦个大概，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。我不是不能接受失败，但就算我要死了，我也不能败得这么不明不白的。罪过！各位祖师爷三上，弟子不该口出秽语啊！罪过！你丫头逼着舒大人说脏话了！你！算了，本就不该来，来了清静日子也就到头了。诸葛青，你看好了。
是个奇门术士。诸葛亮，之前你确实方寸乱了。既然知道我是个术士，为什么注意力还只集中在我身上？好好看看这一局。这一局怎么了？这不过是很普通的一局。懂了吗？和其他术士踏方位寻吉凶不同，身在这个奇门局中，我即是方位，我即是吉凶，时间、空间、四盘的深刻，都由我来制定。刚才的比赛中，我虽然没有与你近身，但因为空间受我控制，你的位置也受我控制，我在任何空间都可以接触到你，直击你的要害。随意的波动棋盘格局，四盘的格局是时间来制定的。你怎么可能操纵时间？为什么不能？时间就是计算万物变化的计量单位而已。对于一个没有变化的人而言，时间也就没有意义。操纵了万物的变化，就等于操纵了时间。我能操纵的，就是这奇门局中的变化。现在开始，这里的引力已经变得和阵外不同。它让小石头落地的时间将会是1分钟。是不是感到有些热了？风向也有些变化。因为现在虽然是谷雨，但这局中的温度和湿度都被我改成了大暑。你说术士就是趋吉避凶、被天理束缚的人，这话有理，但不全对。你以为你先祖为什么会被人称为最伟大的艺人？作为一个修为极高的术士，他会不知道皇室衰微，他会不知道天下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的道理。真要是趋吉避凶，就该在故土好好待着。以他的修为，想必更进一步也不是什么难事儿。可他却放弃了作为一个修者该坚守的一切，就算逆大势而行，也要投身到乱世当中。只为了去救那个明知已无可救药的天下，为了那个天下，情愿去和天理、和大势对抗，明知不可为而为。这就是他那个级别的术士作为。若是一味的趋吉避凶、顺势而为，被天理束缚，那又何必去明理？反正不管懂不懂那规则，反正你我都和一般人一样被束缚着，不是吗？其他艺人都是因为自身过失才止步不前，前辈武侯却因为放不下天下苍生才没能更进一步。这就是他伟大的地方。在我心目中，他和吕祖、三丰真人这些传说中已经羽化的祖师一样，是我最敬佩的前辈。败了，彻底败了。王道长，我认输。王爷对诸葛青，胜者王爷。恭喜王爷！王道长，最后问你个问题，你刚才的那个术法，到底叫什么？跟你说够多了，别不知足啊！想知道你可以自己算呢。再找死我可不拦你啊！没想到武当山还有这号人物，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？啊，这件事你来办，把这个王爷拉到我们天下会。楚岚，看来你下一场的对手就是王爷了。别呀，100个我也不可能打过他呀。爸，这个人实力这么强，我打也打不过他，总不能硬拉吧？我平时怎么教你的？所有人都可以明码标价，只要你知道他想要什么。
可是我也不了解他呀。动动你的脑子，出家人最缺什么？当然是钱。有钱谁还出家呀？哦。怎么了，宝宝？早啊，各位。早啊。昨天晚上，昨天晚上什么都没发生，对吧？我们就是喝了个小酒，然后大家就睡觉了。对，娱乐无题而已。最后还说自己是什么小哪吒？你知道你昨天晚上毁了多少棵树吗？够了！那些树啊！够了！不要说了！行了，小伙儿，谁没年轻过？不过大老远跑来天师府发疯的，古往今来，你确实是第一人。宝儿姐，你不会骗我，你告诉我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大家都看得很累呢。张楚岚，篝火晚会好好玩哦，今晚还有吗？张楚岚，侬一定会成为艺人界的一个神兽，我看好你哦。看好你啊！那你们昨天没有拍照对吧？妈了，哪能会做嘎缺德的事情？录了个像。小次了，我杀了你啊！花儿姐，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无法直视张楚岚了。花儿姐，不要理他，他已经记住了金子杀的全部单数，已经完全被单数迷住了。张龙，你个小子了，给我下来！下来，我弄死你！我上来，有本事你上来呀！弄的是小哪吒嘛！你个小混蛋，你听不懂我说话是吧？你等你下来，我一定让你生不如死！哎，那个对阵表好像出来了。本次演武大会8强晋级赛即将开始，请观赛人员尽快入座。你以为这样别人就认不出你了？老天师啊，田老、陆老早啊！冯会长好。哎，老天师，您这脸是怎么了？我最近啊，一直有意自创一门功夫，没想到昨夜行戏出点岔了，手阳明大肠经受阻，把脸给憋住了。哈哈哈！见笑啊！您老好好休养啊，不打扰了。哎，好。冯宝宝对潇潇。天师他们怎么也来了？我前几天比赛他们都没来，今天专门来看宝儿姐比赛。难不成他们真的开始注意到宝宝了？我知道你是张楚岚的清道夫，不过这场你对上我，你的工作也该结束了。啥子意思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嗝屁了。这就是传说中的腥气呀！怪不得叫腥气，跟擤鼻涕一样，太恶心了。醒气呢，它专攻人的元神，被击中会短暂失去作战能力，从而陷入险境。趁你病，要你命！
老田啊，我考教考教你，场上这个小姑娘是什么路数，什么门派，师承哪家？我还真是瞧不出来了。你说那个姑娘的身法、动作乱七八糟啊，就她这么破绽百出，早就应该落败了。可是恰恰她只能在坚不容发的当口逃过决定性的一击。昨天出剑的时候，你没注意到她的眼睛？你再看看我的眼睛。哎呦，师兄啊，你的眼睛在哪儿呢？我根本就看不见呐！再耍贫嘴，我把你从台上给扔下去。师兄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师兄近百年的精纯修为，早已经没有了一般练气之人的那种金光。你的眼睛啊，乍一看跟寻常人无异，只有一定修为的人才能够察觉到你的眼神之中笼罩着那种温润神采，这叫返璞归真，神盈内敛。你们刚才说那姑娘的眼神也达到了这种程度？她才多大年纪？所以我认为她是天生的气家根骨。从她刚才的身法来看，还没接受过任何训练，一切动作都是靠本能反应来的。而且谁说年轻就真的达不到神盈内敛的境界了吗？当年那个，你说那魔头啊，灵玉是我的关门弟子，看上场的小丫头，我都想重开山门了。别看见好苗子咱就眼馋。昨天我看见他，就发现了他的不寻常，这就派了下面人查了查，他可能是公司的临时工。临时工，临时工对哪儿德通来说，那是一个多么特殊的存在。七大区的临时工直接从属于大区负责人，游离于公司常规体系之外，是最不可控的一股力量。每个人都能力出众，身份隐秘，却都隐藏着巨大的秘密。不靠近就好老实吧。大元气单靠，这宝儿姐的绝招怎么这么多啊？宝宝，是时候传给你我的秘诀了。啊，对。看我元气大挪移！我都说了，没那么容易。每一种异能和招式都要经过自己独特的行气方式所成，就好比是程序，气是源代码。如果你不知道编程方式，你就根本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程序。你要是真的想学远程攻击，我可以安排合适的人教你啊。不用了，我晓得毛病出在哪儿了。刚才的气放出的不够多而已。阿维斯巴斯。没事儿，我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啊？还是只打得翻易拉罐哦。易拉罐？老天师，怎么回事？你把这个气啊当做黄金，两国交战就应该合理运用黄金。这丫头直接拿金砖拍对手，要是换做旁人，早就虚脱昏厥了。让你来尝尝这个。
他是发现刑器的特点吗？越是近处效果越强，同时范围变小，越容易躲避。这个冯宝宝怎么能预测潇潇的全部动作？不是预测，他看穿了潇潇的每一次呼吸。就算潇潇想用假的呼吸动作来骗他也没有用的，因为这个刑器必须要用丹田来发力，喉头、胸腹、腰眼等处都会有细微的差别。哎，秦哥，如果你对上这个潇潇，肯定能轻松获胜吧？要用法术胜他不难，不过要在对阵的时候有着这份不动如山的专注，我做不到。再来！搞定。潇潇的元神飞散了，这具刑器硬是让冯宝宝给按回体内宝法了。一帮没轻没重的小鬼，还好有老夫在场。别急，等他实在不可解的时候再下去也不迟。老天师，你怎么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呀？愣往回吸嘛，这丫头傻得真可爱，我倒要看看你这个气到底能吸多长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我得下场了。别急，四盘合合阵。这是武侯家的四盘合合阵，这本是与人交手斗法中吸收对方和自己用功后飞散出的能量的阵法。问题是，怎么才能把飞散在场中的气给收回来？真是个会玩的姑娘啊！